叶晨基于机场码头和车站自动贩卖机以及 AI 大模型打造的帝王系统，早在三大长老上一次出动，然后返回南美的时候，就已经将其三人锁定。这一次，他们先乘坐水上飞机，飞抵布宜诺斯艾利斯附近海域，然后又转乘快艇靠岸。靠岸之后，三人便直接乘车前往机场。三人抵达机场贵宾楼的第一时间，就立刻被系统识别。无论是吴飞燕还是三大长老，都没有意识到面部暴露的潜在危险，更不知道叶晨有这种 bug 级的杀招。而且最巧妙的是，所有的国际机场、国际码头在通过海关的时候，都不得遮挡面部。这也就意味着，只要目标人物没有彻底易容，根本不可能逃得过帝王系统的搜索。三大长老此番入室，并非执行目标明确的任务，而是有1年的自由时间。对他们来说，易容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情，因为他们在世界各地穿梭，不可能始终保持易容状态，而穿梭各国之间又需要面容与护照相一致，所以根本没人谨慎到主动易容。叶晨听闻这个消息，顿时心下一紧，该不会是自己刚刚和林婉儿聊天的内容一语成谶了吧？三大长老同时出动，难道破清会真要搞点什么大动作？紧张的他第一时间对李亚林说，李探长，一定要让帝王系统盯紧他们，我要第一时间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去哪里。李亚林说，叶先生放心，现在 AI 模型一半的算力都集中到了阿根廷，只要他们三人在帝王系统上任何一台监控设备的镜头内出现， AI 模型都会第一时间识别，就看他们接下来要去哪里了。叶晨心中虽有忧虑，但眼下还不知道三大长老的目的地是何方，所以也只能耐心等待他们的下一步动作。此时此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机场贵宾楼，三大长老坐在贵宾休息室内，各自拿着一张机票。吴博文手中拿着的是一张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直飞美国纽约的机票，一旁的吴伯中则拿着一张飞往巴西首都里约热内卢的机票。他的最终目的地是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所以只能先从里约热内卢飞迪拜，再从迪拜转机前往加德满都。至于大长老吴柏林手上拿着的，则是一张前往乌斯怀亚的机票。在向北和向南的选择题中，他决定向南，这是因为过去2天时间里，他在吴天林的帮助下做了功课。阿根廷本就靠近南极，而南极又是一个面积足有上千万平方公里，冬季却几乎连1000个人都没有的人类禁地，这其中冰盖面积超过1300万平方公里。在吴博文和吴伯中看来，南极是个几乎连草都长不出来的极寒之地，去那里能找到什么了不得的好东西？几乎可以断定，吴柏林绝对是白跑一趟。但吴柏林却有自己的小算盘。早在100多年前，他就曾经从义和团一位大师兄口中听到过一个让他铭记100年的传说。在当年义和团内部，有不少被称为大师兄的神职人员，即便是首领朱红灯也被称为朱大师兄。这些大师兄的主要工作是利用自成一派的宗教体系，主持各种祭祀和请神仪式，以此给自己的成员洗脑加持，让他们自以为刀枪不入，其实基本上都是谎言罢了。但是也并非所有的大师兄都是假把式。吴柏林就曾经在义和团南方的潭口遇到过一个半只脚踏入修士门槛的大师兄。当时的吴柏林虽然已经悟道，但还是受吴飞燕要求扮作普通起义农民，混迹在义和团中刺探义和团动向。在一次内部的请神仪式之后，那大师兄为鼓舞士气，曾跟众人说起过一个故事，一个关于末法时代之前一个特殊族群的故事。他说，在末法时代到来之前，这个世界尚处在青铜时代的时候，世界上存在大量的修士，修士的世界宗门林立，强者如云，修士整体实力相较末法时代的修士要强大无数倍，飞升也是常有之事，几乎每个宗门都有大成者顺利渡劫飞升。
极大地鼓舞了其他修士的信心，也坚定了他们的道心。那时候，修士一心只想修炼飞升，在他们眼中，世俗凡人就如未开化的野人一般，所以他们也根本无暇涉足世俗。而那个时候，直至末法时代降临之后，大部分修士失去了提升修为的通道，才因为大限将至而纷纷陨落。正因为末法时代修行困难，老一辈的修士才逐渐凋零，而新一代的修士也少之又少，修士的规模和实力瞬间损失殆尽。存活的修士为了长生和飞升，开始四处寻找生存的机会。可是长生与飞升变得越来越难，许多宗门随着最后一代人在追寻长生的路上不甘地死去，整个宗门千年辉煌也彻底泯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中。但是传说当年有一个宗门，在世界最南端，这个世界最寒冷的极寒之地，找到了最后的飞升之门，那里或许是末法时代修士最后的希望。当时与吴柏林一起听故事的众人，谁都不相信大师兄的话，只当是个神话故事，因为在他们的认知里，越往南才越暖和。这世界最冷的极寒之地，一定在最北面，而不是最南端。那个年代，参加义和团的农民还不知道何为南极，何为北极，他们没出过国，甚至没离家超过1000公里，只知道北方天寒地冻，南方四季如春。所以这样的故事在他们的常识中存在一个巨大的反常识的漏洞。吴柏林和别人不一样，他能看穿那位大师兄的修为，知道他已经与那些井底之蛙有着天壤之别，所以他一直觉得对方的故事未必就是信口开河。后来他从西方传教士那里听说，在地球的最南端确实存在一个被冰川覆盖的极寒大陆，而且西方的探险家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多次踏上了那片陆地，甚至开始计划前往南极点探险。那一刻，他更坚定了那个传说的真实性。同样是那一刻，他将南极视作了修炼的终极目标。末法时代，他不希望重蹈孟长生和吴飞燕的覆辙，他想找到那个飞升之门，一步登天。而这个故事，他不曾告诉任何人，即便吴飞燕。现在，吴飞燕忽然给了他们短暂的自由，而他的修为距离打开泥丸宫只差一步之遥。这世界上，除了修为比他强的修士之外，自然界的风浪与寒暑都已经很难伤他分毫。所以在他看来，眼下正是去南极一探究竟的好机会，千载难逢的好机会。